Hello， 我的骚棒们，今天咱们来看一部直接把我 CPU 都干烧了的逆天神剧。开局就是点中点的 YY 网文标配套餐，一代女帝被奸臣所害，修为尽失，被追杀到悬崖边上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带着小丫鬟纵身一跃。我的妈，这剧情我上厕所刷3分钟短视频都能看到8个一模一样的。镜头一转，男主陈婷登场了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他叫陈婷，一个穿越到修仙世界8年的工科男。开局绑定了一个科研系统，你以为他要手搓高达，脚踩先帝了。然而这个系统突出一个离谱，所有高科技都需要氪金才能用。好家伙，腾讯都没你这么会玩。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黑风城，男主穷得叮当响，只能带着一群老乡，靠着掰手腕的黑熊和一点点土质外骨骼勉强维持生计。就在男主为钱一谋的时候，他从河里捞起了2个湿漉漉的妹子，正是我们跳崖的女帝和丫鬟。女帝溺水昏迷，男主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套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，结果女帝一醒，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。经典台词大胆刁民，竟敢非礼朕，差点就脱口而出了。我直接好家伙，人家救你命，你把人家当流氓，这波属于是恩将仇报了嗷！经过一番鸡同鸭讲的解释，女帝总算晓得自己被大秦第一邪修陈婷给救了。一听到邪修俩字，女帝和丫鬟的脸都白了，脑子里估计已经上演了100集满清10大酷刑。完了，刚出虎穴又入狼窝，这下要被做成经验宝宝了。男主这边呢，还特别热情的邀请他们去城里歇脚。女帝心里1万个不情愿，但一想自己现在就是个战五渣，外面还有追兵，只能先稳住，跟着男主进了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风城。然而接下来这一幕直接震撼我一整年。想象中的邪修老巢应该是阴森恐怖，白骨累累吧？结果呢？门口是人脸识别门禁，比我们小区都高级。城内街道繁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幸福指数看起来比皇城都高。女帝当时就绷不住了，但她的大脑 CPU 高速运转，立刻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此地如此富饶，一定是这个邪修搜刮了无数民脂民膏才建成的。可想而知，周边的百姓过得有多凄惨。他真的，我哭死！这种舍己为人的脑补能力，强烈建议纳入中学生阅读理解教材。更离谱的还在后头，一个王婆带着一堆村花排着队要给男主当老婆，一个个上赶着自我介绍：城主大人选我，我屁股大能生娃。女帝一看又懂啦，你看这些可怜的女子一定是被这邪修强掳来的，为了活命不得不委曲求全。这陈婷果然罪大恶极。等朕回去，定要剿灭这黑风城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我的头快要裂开了，姐啊，你这自我攻略的能力是不是点满了？人家城主在这儿都快成父女之友了，到你这就成了强抢民女的恶霸。而我们的男主陈婷还在那儿激情演讲，说自己发过毒誓，不推翻女帝暴政，誓不娶妻。我的妈，他当着女帝本人的面第 N 次发表反动言论，这操作堪称在雷区蹦迪，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在 Apex 里疯狂补刀倒地的敌人，女帝的脸都快绿了，心里的小本本上已经给陈婷画了无数个死字。男主看女帝不信他，决定秀一波肌肉，掏出了他的科研成果，一辆不需要临时驱动的汽车。女帝坐上车，内心再次受到冲击，但嘴上还是硬的。紧接着，男主在晚宴上又双若卓当着女帝的面痛骂当今女帝荒淫无道，朝政昏聩。女帝一边喝着男主递过来的番茄汁，一边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把他千刀万剐。就在这时，女帝偷偷用传音玉牌摇人，结果被男主的相控阵雷达当场截获。男主拿着破译出来的情报走到女帝面前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我以为他要开大了，结果他一脸我都懂的表情，得出一个惊天结论：你一定是得罪了奸臣，被女帝迫害的女官。女帝也，全场观众都，这脑回路是怎么长的？你觉得我信吗？但女帝是谁啊？那可是影后级别的演技，她顺水推舟就认了。男主一看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，当场决定邀请女帝当黑风城的二当家，还许诺等他推翻女帝，就封他当女丞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女帝内心 OS： 好家伙，我给你打理我的江山，你搁这儿给我画饼充饥呢。正当女帝准备拒绝这份好意时，她摇的人终于来了。一个筑基巅峰的女将军，也是她的好闺蜜，从天而降，看到男主跟女帝拉拉扯扯，二话不说就开打。结果呢，男主手下4个穿着机械外骨骼，拿着钛合金盾牌的保安大哥，
3下5除2就把这位筑基巅峰的大佬给啃了。男主还掏出了电棍，声称可以操控雷电之力。我直接笑出猪叫，这不就是异世界版杨永信吗？误会解开后，城外又来了新的一波敌人，是丞相的傻儿子赵谦带着2个筑基期长老，叫嚣着要踏平黑风城，还要抢走被他误认为是城主夫人的女帝。女帝主张议和，拖延时间，但男主是啥人？头铁娃啊！他直接开麦把对面骂了个狗血淋头，然后下令小五子开启禁防炮，先打他一梭子再说。我特么也惊呆了，加特林对波修仙者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2个筑基长老开大硬抗，眼看就要顶不住了。男主微微一笑，亮出了他的王牌双尾蝎无人机分群。你以为是法宝？不，这是科技。1架不行就2架，2架不行就饱和式攻击，主打一个极限1换1。在一堆自爆无人机的轰炸下，2个筑基期高手当场被炸翻，丞相的傻儿子被生擒。这波操作直接把女帝看傻了，他终于意识到这个男人的奇技淫巧是真的能颠覆世界。丞相那边收到战报也懵了，什么叫冒蓝火的铁棍子？什么叫会飞的铁疙瘩？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东西。现在轮到女帝不淡定了，她的小丫鬟翠儿给她出了个主意。陛下，我看那陈婷对你有意思，不如你。嘿哈嘿，女帝嘴上说着朕乃95之尊，岂能以色示人，身体却很诚实地换上了一套伤风败俗的黑丝套装。为了大秦的江山，她决定牺牲色相，拿下这个死反贼，搞到他的技术图纸。于是当男主来找他兑现赌约时，就看到了一个媚眼如丝、欲拒还迎的女帝。男主当场就顶不住了，脑子里已经开始歪歪女帝为我委曲求全的戏码。而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丞相派来的和谈使者到了，指名道姓要和二当家谈。女帝戴着面纱，硬着头皮出场。使者拿出了一堆从皇宫里偷出来的宝贝来赎人，上面连女帝的龙纹都没擦干净。而我们伟大的城主陈婷看了一眼这些价值连城的贡品，轻蔑一笑，吐出2个字：垃圾，不换。好家伙，这剧情真是槽点与爽点齐飞，逆天更离谱一色。我只想问，下一集啥时候更新？我已经等不及看女帝怎么把这个钢铁直男忽悠瘸了。